Canva 是一款适合新手的平面设计工具。今天这期影片，我就和你分享20个使用 Canva 的小技巧。使用这些技巧能够帮你做出更好的平面设计，以及帮你节约时间，提高效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频道，我是 Grayson。每周我都在这里分享社交媒体、网络创业以及个人品牌打造的内容。如果你也感兴趣这些内容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，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。在我的频道里面，我一直推荐你们使用 Canva 这款工具，特别是当你没有任何平面设计经验的时候。Canva 作为一款线上的平面设计工具，它有很多的功能，它简单易懂，它能够帮助我们做出缩图、频道图、IG 贴文等等。所以这期影片我就和你分享20个使用 Canva 的小技巧，能够帮你做出更好的平面设计以及提高效率。Canva 的大部分功能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，但是今天说到一些功能需要你升级到 Canva Pro 才能够使用。大家可以通过我评论区的链接免费使用30天的 Canva Pro， 去体验一下这些付费的功能，去看看自己是否需要这些付费的功能。首先第一个技巧就是我们可以利用 Canva 来去除照片的背景，不过这个去除背景的功能只有升级成 Canva Pro 才能够使用。例如现在我有这个照片，我选择效果，在这里可以去除背景，现在我就可以看到照片的背景已经被去除掉了。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另外一张照片，同样的选择效果，去除背景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这个照片的背景非常的丰富，但是 Canva 还是帮我们去除掉了背景。第二个技巧就是使用框架，我们可以选择元素，然后找到框架选项，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各种电子设备的框架模板，例如我选择 iMac 的框架模板，然后我们可以把图片拖进到框架里面。现在我就成功的把图片拖进到了框架里面，同时我可以双击改变它的位置。第三个技巧是锁住元素，例如现在我这个背景上有很多元素，例如我想让这些元素不被挪动，固定它的位置，我可以选择这个元素，点击锁定，这样我就不会再移动这个元素了。同样的，我可以把这个元素固定，这样我也不会移动这些元素了。第四个技巧就是多图层选择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3个图形，它们的位置非常的贴近，所以这就会让我们很难选择单独的图形。这里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如果你是苹果的用户，你可以按住 Command， 如果你是 Windows 的用户，可以按住 Control， 然后点击鼠标左键，点击一次你就可以点击最上面的一个图形，点击第2次你就可以选择中间的这个图形，点击第3次你就可以选择第3个图形。所以在元素很贴近的时候，你可以利用这个技巧快速的帮你选择你想要的元素。第5个技巧就是文字阴影，我们可以给我们的文字加入阴影，选择这个文字，点击效果，选择阴影，现在这个文字就出现了阴影。我们可以调节它的一些属性，例如偏移，还可以调整它的方向，然后也可以调整它的模糊化，再来可以调节它的透明度，你也可以调整它的颜色。第6个技巧就是我们可以加入渐变的背景，我们找到元素，输入渐变，在这里就可以找到很多渐变的颜色，同时你也可以更改颜色。第7个技巧就是我们可以使用贴图，在元素底下我们可以找到贴图这个选项，我们选择查看全部，在这里就可以找到非常多的贴图。现在我就给我的设计加入了贴图，然后我们可以下载，你可以选择下载成 MP4 格式或者是 GIF 格式。第8个技巧就是我们可以利用文件夹的功能，文件夹的功能能够帮你更好的管理你的元素、你的素材，能够帮你管理你的设计文件。例如我想要把我的这个素材收集到我的文件夹里，我们可以点击这个3个人的标志，选择移至资料夹，在这里就会显示你已经有的文件夹。你可以建立新的文件夹，然后可以点击加到新的文件夹，在这里就可以查看你的文件夹，这里就可以找到刚才我们选择的素材。第9个技巧就是全部变更颜色，例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这些所有的设计，我的文字都是橘色的，现在我想更改我的文字颜色，我们点击这个文字，选择更改颜色，例如我想改成蓝色。一般的方法就是我一个个去更改，但是现在 Canva 有这个功能，我们可以全部变更颜色，我们点击确定，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我的所有文字都变颜色了。
所以这个功能非常的方便。第10个技巧就是我们可以弯曲文字，选择这个文字，点击效果，这里就有个弯曲选项，现在文字就弯曲了。我们可以调整它的属性，调整它的弧度，同时也可以调整它的弯曲方向。第11个技巧就是对齐元素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3个元素都是不对齐的，我们可以全选这3个元素，选择位置，在这里就有对齐元素的选项，这里我们选择平行居中，同时我们还可以调节它的分配间距，我们选择水平，现在这3个元素的间距就是相等的。第12个技巧就是复制样式，例如现在我有2种不同的文字样式，我希望这个文字能够有这个文字的样式，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文字，点击复制样式，然后再选择这个文字，现在它们就有相同的文字样式了。第13个技巧就是我们可以利用 Canva 做出 IG 的限时动态，我们可以在搜索栏搜索 Instagram 限时动态，在这里你就可以找到非常多的 IG 限时动态模板，有带图片的，也有带影片的。例如我们选择这个带影片的 IG 限时动态模板，现在我可以替换这个影片文件，现在我就成功的替换成了另外一个影片文件。第14个技巧就是保存常用颜色，如果你有几个经常使用的品牌颜色，你可以把这些品牌颜色保存起来。我们可以来到 Canva 的首页，我们点击品牌工具组，在这里你就可以保存你的品牌颜色，选择这个加号，这样你就可以加入你的品牌颜色。在你之后做设计的时候，你的品牌颜色都会出现在这里。第15个技巧就是如何利用键盘来移动元素，例如我们想移动这个文字元素，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文字，利用键盘上的上下左右来移动它的位置。如果你想快一点的话，你可以按住 Shift， 这样它就能够快速的移动了。第16个技巧就是复制元素，在 Canva 里面有很多种复制元素的方法。首先第一个方法就是你点击这个元素，你选择复制，现在就复制了一个元素。第二种复制的方法就是苹果的用户按住 Command 加 D， Windows 的用户按住 Ctrl 加 D， 同样的也能够做到复制的效果。第三种复制的方法就是苹果的用户按住 Option， Windows 的用户按住 Alt， 然后同时按住鼠标左键就可以复制了。第17个技巧就是缩放画面，我们可以点击这里缩放画面，在这里可以选择不同的比例大小。同时我们可以利用快捷键，如果是苹果的用户，如果你想扩大画面，你就按住 Command 加号，如果你想缩小画面，就按住 Command 加减号。同样的 Windows 用户可以按住 Ctrl 加号扩大画面， Ctrl 加减号缩小画面。第18个技巧就是群组元素，例如我想把这3个元素都做成群组，我们全选这3个元素，选择建立群组，现在它们就会群组在一起。第19个技巧就是裁切元素，我们选择这个元素，点击裁切，在这里进行调整，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元素裁切了。第20个技巧就是加入链接，我们在制作电子书的时候，经常会需要在一些文字里面加入链接，例如我想要把这个文字里面加入链接，我们点击这个文字，选择链接，在这里输入你的网址，然后选择套用，现在这个文字就会有链接。Canva 是一款适合于所有人的平面设计工具，即使你没有任何的平面设计基础，你也能够很容易的上手。我的频道里面有分享很多关于 Canva 的教程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这个播放列表。在这个播放列表里面有教你如何利用 Canva 制作出影片的片头动画、片尾动画，如何制作出缩图、频道图等等。如果大家觉得今天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为我点个赞。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，欢迎订阅我频道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